家好，我是探索水产的共同创办人。那今天中午我用这样的声音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的事业发展。去了一趟欧洲哈。好，我们公司叫探索水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成立在2018年，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投入到比较正式的这个运作。那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用我们台湾的特殊资源，叫深层海水。那我们用深层海水打造了一个更美味、更安全、然后更便宜的生鱼片食材。那我们从鲟龙鱼本来不能吃生鱼片，透过深层海水的驯化专利，让它可以做生鱼片。那包含这个生蚝，那我们从种苗开始到最后的出货段，这个生蚝完全可以在深层海水的生态系里面来打造成台湾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生蚝的产地。那当然深层海水是我们国家的特殊资源，全球只有4个地方可以开采这样的资源。然后我也很荣幸的告诉各位，刚好这个资源中国没有，所以我们在做它跟不上。谢谢。好。那这是我们发展的里程碑哈，我们从2019年开始，我们在2020年探索拿到了台湾、日本、美国3个国家的鲟龙鱼的这个驯化专利。那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哈，因为这3年的疫情，那我们从鲟龙鱼我们开始去发展向上的这个贝类，包含生蚝。那我们从种苗系统，那到今年我们正式看到了成果哈。好，那这是我们第一支商品。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就是因为参与了好食好事加速器，我们现在正在跟丸红合作，把这一支商品打造成为生鱼片食材，进入日本市场。好，那我们的小量试产在第4季会完成。我们预计在明年第1季，台湾的鲟龙鱼生鱼片就可以进入日本的市场哈。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做逆向工程。我们把鲟龙鱼本来在淡水养殖，让它到这个深层海水里面，在收成段的时候，让它做逆向的这种的，我们在讲说，让它变成氨基酸组成更高，它的肉质更好。好，那这个产业未来要怎么做？我们台湾的腹地不够大，所以也很荣幸跟丸红这样的公司合作，这是他告诉我们的哈。丸红在小三丁这边投资了一个 RIS 的那个完全室内养殖的循环水的系统，那它的年产是2万吨，台湾1年的鲑鱼的进口量3万吨。所以它只要盖一个厂，几乎就可以覆盖了整个台湾的这个市场。那现在丸红也是高度的愿意跟探索水产合作，把鲟龙鱼透过 RIS 的技术，这个技术来量化。那当然，这个探索水产的专利驯化技术是它必要合作的对象。好，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再讲蓝氏生蚝。那我去了一趟欧洲，其实非常的感动哈。那因为国外他们法国大家看起来表面都非常的好，那不只是法国，那这个系统它从那个澳洲、法国、美国，现在已经到日本。日本2018年开始投入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海上生蚝的养殖系统。那从我们台湾的劳力经济价值很低的，我们中南部的这个220，然后我们可以做到自动化高经济价值的生蚝。那台湾的深层海水完全可以从种苗，也很荣幸的告诉各位，我这次去法国，法国人不知道台湾有深层海水这个东西，他们还要从表层海水去拉，然后经过了一个 water treatment 非常高耗能的这个设备来做种苗。那我跟他讲，我们深层海水就有了，好，欢迎你来，好，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以下是我们的客户台湾指标性的通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垂直整合，我们自己有加工厂，所以我们也很荣幸，就是可以配合丸红，然后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整个供应链。好，这是我们的商品上架计划哈。那当然，如果鲟龙鱼可以做到是生鱼片等级，那我们生蚝台湾的蓝氏生蚝，这个整个产业链，包括它的生态系统都在台湾。好，那我们的目标市场是全球500亿。那各位看到的那个都是我们的成果。在今年12月底，我们有12支商品在台湾的指标性通路都已经在上架，也欢迎各位高关进来哈，谢谢。好，我们的团队我们蔡启董事长他本身就是专业的渔民。那我们的黄平一博士是留日的双博士，一个是养殖水产，一个是深层海水。那我本身就在食品产业，那也跟这些通路都很熟。
我们的管理团队，食品厂的管理团队都超过有10年以上的经验，所以在食品加工这一块，我们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好，我们利用深层海水海洋丰富的多样性打造了菊弄鱼的生鱼片跟我们的这个生蚝的整个的产业的价值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年有成立这家子公司，那我们在2024年的第一季，我们即将在马祖投入了3000万的这个设施，这个会是台湾第一个海上生蚝养殖自动化的系统。好，那我们也希望引进这个系统来告诉台湾，我们整个牡蛎的产业，让牡蛎可以变生蚝。好，那个探索水产提供的是 total solution。包含从种苗的技术、法国的养殖经验跟系统性的这个运作，那包含跟网红的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好，以上是我的简报，谢谢各位。再次掌声，谢谢探索水产。